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公司优化名单上没有我却收到了裁员通知。领导私下把我叫到一边，塞给我3000块。小陈跟你一个组，他是新人，出去不好再找工作。你们老员工要大度一点，多给新员工一些机会。我朝他翻了个白眼，被他怒对没有素养。半个月后，我亲手把他的名字加进了优化名单里。你没有素养，应该多给新人一些机会。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周一，我正坐在工位上努力完成报表，隔壁组的小王心神不定地晃到了我身边。小许，陈姐叫你去办公室一趟。小王这姑娘我了解得很，能让她露出这种表情，多半没什么好事。我赶紧保存好做到一半的报表，拿着笔记本向领导陈红的办公室走去。陈红是我们组2个月前空降来的领导，为人浮夸又虚伪，深谙阿谀奉承那一套。我性格冷淡，不爱说话，不拍马屁，不懂示好，一直不怎么讨他喜欢。好在平时的工作安排中，我和这位直属领导的交集不多，倒也算相安无事。这还是第一次他单独要见我。我以为最近业务繁忙，他有什么要紧任务要单独给我，结果他一开口就问我收到邮箱通知没。我诚实地摇摇头，在他的指示下，当场拿出手机查看邮箱。入目的最新邮件是公司的裁员通知。我脑袋瓜子有点懵。前2天我去人力资源部办事，看了他们根据业务效绩整理出来的优化名单，上面明明没有我，怀揣着满腹疑问，我对上陈红探究的眼神。下一刻，更抓马的事情发生了。他莫名其妙地从包里掏出一叠钞票，莫名其妙地推到我面前，开口就2个字：补偿。出于对人民币的好感和喜爱，我本能地扫了一眼那叠钞票，大概判断了一下它的价值。判断完，我就更迷茫了。赔偿、年终奖，年终奖也不是这么发吧，也不至于这么少。在我明确表示疑惑的眼神注视下，陈红舔了舔嘴唇，从容地开口了：是这样的，小许，年末公司优化的通知是早就发在群里了的，你想必也知道，这次裁员呢，大原则下是根据总公司制定的标准来行动。这人力资源部最开始交上来的名单里是没有你的。我听得认真，尽管已经预判到这后面的停顿大概率是狗屁，还是钦佩他目前这份陈述事实的坦然。但是我认真思考一番，还是决定从大局出发。你认识小陈吧？我一寻思，差点脱口而出一句：认识啊，不就是你妹妹吗？陈红认真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一副对事事洞若观火的大领导风范。小陈跟你一个组，他是新人，出去不好再找工作。你们老员工要大度一点，多给新员工一些机会。为了下一代青年人的成长就业环境考虑，他的优化名额就轮替给你了。这3000呢，是我个人代表公司以及小陈本人对你的感激。你放心哈，只要你答应轮替小陈的优化名额，今年的年终奖也会足量发放到你的银行账户的。陈红一番话里的言外之意我听懂了。哦，威胁来着。他的话得反着读，话里的意思是，如果我不答应代替他妹妹被优化，我的年终奖大概率会缩水或者泡汤。面对眼前女人厚颜无耻的嘴脸，我实在没忍住，利落地翻了个白眼。领导，以权谋私这事需要这么多赘述吗？凭什么我要给年轻人让位置啊？你妹妹升职加薪了，会感激我给我打钱吗？
要体贴新人。乐山大佛你去做，我又没有做错事，凭什么被裁？我不加掩饰的言辞惹怒了陈红。上一秒他还优雅地喝着咖啡对我放屁，这会儿已然换了副表情，不满地瞪着我。许旭言，这就是你的教养？这就是你对领导说话该有的态度吗？我镇定地和他对视，我态度差难道不合理？你也说了，按照总公司的优化标准，按业绩数据和业务能力2个标准来评判，怎么也轮不到我被优化。现在你告诉我，一个入职半个月就给公司捅了无数个篓子的实习生能留下，而我必须为一个业务不行、人品一般的新人腾位置，凭什么？陈红见我把话说得直接，索性也不跟我装了，敲了敲桌子，示意我看桌上的钱。许旭言，做人也不能太死板，你看看，我虽然让你做了选择，我不也给了你相应的赔偿吗？3000块够你1个月的开销了吧？你要是觉得还不够就直说，我还能再给你加500，算是我私人对你的额外补贴。听到这儿，我被逗笑了，伸出手，露出手腕上的棕色腕表。领导，你看这个表。陈红莫名其妙，疑惑地扫了一眼，然后呢？我看你的表干什么？我轻松地勾了勾嘴唇，礼貌报价 Newcastle 的最新款，180万1只。我想，就算是傻子能领会到我说那话的意思了。姐又不缺钱，不吃你那一套，想拿3000块收买人，真是又蠢又坏。哪知我这番行为落陈红这蠢女人眼里，演化出了另一层意思。她撇撇嘴，嘲笑道：“得了，许旭言，你也不是1天2天在我手下做事了，你什么经济实力我会不知道吗？你连早餐都要来公司蹭，还要从公司顺卫生纸回家，一股小家子气，哪里带得起那么贵的腕表？买盗版过过眼瘾也得了，干嘛骗到你领导面前呢？等等，我被他乱七八糟的一顿输出弄得有点懵。什么叫我连早餐都要来公司蹭，纸巾都要顺回家？我他妈天天辛辛苦苦来这儿做社畜，难道还要走大公无私、温婉体贴那个路线？蹭公司早餐，顺公司茶包、手纸，这难道不是每个社畜的基本操作吗？我还每天带充电器来公司充平板呢。怎么了？我这一天到晚当牛做马，为公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合理利用一下公司资源怎么了？又没偷没抢的。我怨气满满，想到件八卦往事，不留情面的当着他的面说了出来。您和您妹妹不还跑直播部储藏室偷拿护肤品样品被发现的经历吗？和你俩哐哧拿的那些名牌精华乳液相比，我这手指算个什么？我每天拿厕所100卷，1年拿365天，都不如你俩姐妹那一天打包带走的样品值钱吧？咱们这小巫见大巫的，光说我有什么意义？我一向是得理不饶人的硬脾气，这么一番兑现下来，陈红的气势确实是下去了，可脸色也更黑了。那3000块我没拿，撂下一句我不能接受，莫名其妙被裁员就离开了办公室。回到工位，小王垮着张脸凑过来八卦：“你还好吧？陈红为难你了？”我诧异地看他一眼：“你也是被叫过去训导的？”他摆摆手，更有气无力了。哪能啊，说不上训导，是我手上那个项目，陈红让我交给陈娇。你也知道，以陈娇的能力，交给他意味着我们全组下个月都要喝西北风。我不愿意，但人家领导说了，年轻人需要机会，需要历练。现在我和他各退一步，我还负责这个项目，只是主理人换陈娇了。我大跌眼镜，什么？陈娇一个才转正的实习生成了项目主理人？
小王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转头看到陈娇拿着杯咖啡从茶水间里走出来，不知道他是不是跟他姐姐通了气。路过我的座位，他轻飘飘地哼了一声。我静静地盯了他的背影2秒，然后重拳出击。哼什么？你鼻子长毛了？在公司待了5个月，我在外一直是温良淡漠的形象，这会儿这么直接明了的输出，把同事们都看傻了。最惊讶的是当事人陈娇用她的绣花指颤颤巍巍地指过来：“你，许旭言，你怎么骂人？”我好声好气地回答：“我问你，鼻子是不是长毛？哪里骂人了？要问也是我先问吧。你怎么不分场合学猪哼哼？”我的话一落，同事们不约而同地换上了诙谐的表情。陈娇感到失了脸面，放下咖啡，气冲冲地去了她姐姐办公室。同事们议论纷纷，切，我以为他多能耐，又是这招，跟他妈小学生一样，遇事不决就找姐。这陈红等会儿又该出来发癫了，哪来的大小姐？来上什么班啊？小许，惹了这千金小姐你不害怕吗？我平静地坐下，继续处理报表，语气平淡，不怕，因为我才是真的千金大小姐，公司以后都是我的。一个品性有问题的员工，我怕他做什么？跟我预料的一样，陈红这个尽责的姐姐对妹妹的诉求处理得特别迅速，这回她都不藏着掖着了，直接领着陈娇冲到我座位面前，冲我发出指令：“许旭言，公司最看重的就是工作氛围，你当着众人的面辱骂同事是非常严重且恶劣的行为，公司是一定要做出惩罚的。”我抽了抽嘴角，所以呢，他没接上这话，反倒是一旁的陈娇呜呜哇哇地喊起来了：“所以你要给我道歉，你必须为你刚才的言行真诚地向我鞠躬道歉，不然，我姐姐，不然公司是不会放过你的。”我懒得搭理他，径直坐下了。怎么个不放过？裁员能提前？裁员2字从我嘴里蹦出来，所有同事的目光都聚集到了我身上，众人神色各异，讨论就此展开。许旭言怎么会被裁？我记得初期筛选里就没他的名字吧？能力强，长得也漂亮，不管是按业绩还是商务能力算，都不该是他。看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都能看出裁员这事儿里暗藏猫腻。陈红面上有点挂不住，气急败坏地斥责我：“许旭言，优化是公司人力资源部内部的工作，谁允许你往外说了？”我冷漠勾唇：“既然是人力资源部内部工作，关你这个营销主管什么事？公司领导让你私下找我谈的。”我给陈娇让位，那3000块的赔偿金也是他定的。此话一出，整个办公室的议论声更大了。我靠，都2025年了，我居然还能听到3000的赔偿金，大发叫花子呢？这不是重点吧？重点是公司优化名额居然是可以替的吗？你能不能再阴阳怪气一点？直说就是走后门呗。陈红、陈娇的脸色一会儿青一会儿白，眼看议论声越演越烈，陈红对着大伙儿陪笑道：“哎呦，各位好好工作，别把话听差了。我们光晨这么专业的公司，怎么可能有替裁员这种说法？这事儿啊，是我和小许沟通不到位闹出来的乌龙，大家都散了吧。”我陈红负责地告诉大家，只要安心本分地完成公司的指标，不出大错，是不可能被裁的。说完，他假模假样地拉住我的手拍了拍：“小许，你尽管安心，公司不会不分青红皂白裁员的。”我后退一步，躲开了他的触碰。最好是，我自幼的确是寡淡的性子，但也不愿在不公平的事情上吃亏。这么一通发作，
暂时按捺下了我替陈娇优化名额的事。看着一脸冷汗的陈红，我原以为他会顾虑舆论，多少消停一点，结果这姐似乎一定要逼我接受他的安排，几次三番给我使绊子。我去了2趟技术部询问事情，结果我在公司里搞办公室恋情的绯闻都出来了。周五，我在小组会议上望着空荡荡的文件夹，叹了口气，说什么不会不分青红皂白裁员，原来都是赶这儿等着我呢。前几天我天天处理工作到深夜，把前同事离职留下的漏洞补了个全，交了一份完整的年度报表进系统。今天会议汇报，打开预先准备好的文档，却发现文档一片空白，就算紧急调动公司系统，也怎么都找不到昨晚完成的那份报表。大半个公司的同事都听说过我和陈红之间的事，知道我俩关系微妙。这会儿所有人都面面相觑，没一人敢说话。我下意识各瞥了故意坐得正襟危坐的陈红和满脸幸灾乐祸的陈娇一眼，微微一笑，调出了空白表面投屏出来。电脑好像出了点问题，为了不干扰会议流程的进行，我就边给大家汇报项目内容，边总结一下数据，语速可能有点快，大家主要看表格就行。15分钟后，我利落地摁下最后一个空格键，起身来鞠躬致意。完成这份报表时，我顺便对全年的项目数据一起做了规划。因为会议时间限制，会后上传到公司系统，需要这份统筹数据的同事可以直接下载。在同事们惊讶又带着赞许的目光下，会议室里响起了轰鸣的掌声。陈红一副想找茬儿，但因这和谐氛围又不敢行动的模样。没脑子的陈娇先站出来向我发难：徐姐这记数据的能力确实厉害啊，可是咱们这小组会议提前说过是要展示汇总成果的，你这现场做也有点太不用心了吧。会议室里回荡着他故作忧虑的悠扬尾音。我伸手轻轻扣上电脑，直视他的眼睛：小陈，这一点你不用担心，我会联系技术部工作人员好好查一查是哪个蠢货动过后台系统。虽然昨晚停电，监控死机了，但网络这东西嘛，追根寻源总能查到点根源的。我会让我哥好好查的。陈娇面上一闪而过的惊慌：你哥是？这回该轮到我把得意的眼神原封不动扔回去。我哥啊，技术部主管许成。仅过去半天时间，我是许成妹妹的事传遍了公司。这种内卷的年头里，年轻人统一上班如上坟，枯燥无聊的生活里总要有那么一点半点的慰藉。许成凭借他那张出神入化的脸和过硬的专业能力，成为了光晨传媒80%单身少女打工生活中美好的视觉慰藉。前段时间我去找他咨询了2件事情，差点成为了整个公司的关注对象。现在索性直接明牌，大家看我的眼神从羡慕嫉妒变成了羡慕友好。毕竟许成是传言中开着法拉利来上班的神秘帅哥，我特别理解公司小姑娘对他的关注。谁不喜欢美好的事物吗？我看前还犯迷糊呢。许成对我公开他身份这件事，没有表露出丁点不满的情绪，反倒是认真负责地替我研究起系统事故来。1下午的时间，我的座位周围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不管哪个部门的人都要凑上来跟我八卦2句，我都一一应付着，私下偷偷观察坐我对面陈娇的反应。他的心理素质比我想象中要脆弱得多，没撑到下班就拿着包利落地往技术部说情去了。我望着他仓皇的背影，
暗觉好笑。许成早就跟我说了实际情况，因为登入公司系统的是外网 IP， 要准确定位到某个人身上有一定难度，不是一天半天的功夫。我也没打算真让他费那个功夫。这种小事真抓住陈娇，他姐也能用他的诡辩帮他妹妹脱罪。这些小事我就当八卦看看，无伤大雅。手上是我刚收到的参与年终评定的资料，小组领导那一项，红晃晃地标着我的直属上司陈红对我的工作评价。该员工性格怪异，做事缺乏积极性，业务水平一般。年终评定 C， 公司评定年终奖有3个等级，分别是 A、B、C。我们整个小组除了我以外都是 B。哦，不对，还有陈娇，她是唯一的一个 A。接手小王负责那个项目不到3天，就把客户得罪得很人。周五，公司召开年会，我抽着点时间就故意往技术部跑，惹得陈红、陈娇两姐妹心慌。隔壁组的同事跑过来劝我，先把追根溯源的事情放到一边，开完年会再说。我感到有些奇怪，年会开就开呗，特意来提点我干什么？结果年会节目单，我恍然大悟，原来又是我那个小心眼的领导，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我的名义上报了一个节目，跟安保部的部长一起4手连弹。看到节目内容，我捂住胸口，差点没忍住喷涌而出的恶心劲儿。4手连弹，还是和安保部部长，这死女人是明的暗的，一样都不放过了是吧？安保部部长是今年新上任的，为人一副狗腿子模样，经常打着安保巡查的名号跑办公室来骚扰女同事。我跟他弹钢琴，我跟他一起表演混打节目还行，他挨着我打。我还没来得及质问陈红，那油腻的老男人就拿着一件深 V 礼服凑到了我面前，眼神不安分地在我身上乱晃。哎呦，你就是小许蛙，红姐跟我说了，你就是我的连弹搭档，咱们虽然是临时组队，但你也别怕，就一个年会而已。哥哥我会弹一闪一闪亮晶晶，你就坐哥旁边装装样子就行。瞅到这男人，同事纷纷向我投来了同情的目光，在男人恶心的眼神笼罩中，我沉默地接过了他手里的礼服，极其平静地开口建议，我会弹的不止一闪一闪亮晶晶，为了保证年会基本画面好看，大叔，你能离我远一点，帮我伴个舞吗？你放心，我钢琴8级，不光只会弹一闪一闪亮晶晶。我上下打量了一眼眼前大腹便便的男人，轻勾嘴角，你跳舞也一定很好笑。这安保部部长肚子挺大，气性也大，听同事说，他跑到陈红办公室闹了一场，满口都是污秽之言。对此问我怎么看，我只觉得好笑，本事不大，自尊挺强。他不是只会弹小星星吗？不伴舞能干什么？陈红突然怒气冲冲地从办公室冲出来，奔着我的座位而来。许旭言，你怎么把林哥得罪了？现在人家不愿意跟你一起上舞台了，咱们这个部门节目空缺，你说怎么办吧？我慢悠悠瞅他一眼，你安排之前也没问我的意见啊，现在问上了，我说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节目改成吐槽大会，那别说弹钢琴了，我能一个人上去给你来段单口相声。陈红冷哼一声，你不用在这儿跟我伶牙俐齿的，我听陈娇说了，你在组内总是臭着张脸，像谁欠你180万一样，对同事不友好，对领导不尊重，还不配合工作安排。我本来都不想扯到优化的事，可你最近的行为实在太恶劣了。你知不知道，今天咱们总公司的领导、京都企业的董事长
要莅临年会，你搅黄了节目安排，就是最大的工作失误。我望着他快速翻动的嘴，无缘无故想到了牧场里嘴巴进食时速率高度雷同的一个生物，实实在在的反胃。我出言截断了他的话，既然年会节目是工作范畴，那就等你所谓的工作失误正儿八经的发生了，再论述裁员的事呗。到时候是如您所愿我走，还是如我所愿你走，就一眼分明了。陈红震惊地看着我，声音愈发尖利：我走，哈哈哈哈哈哈！许言，你是不是上班上傻了？我是职将来的，能开除我的只有总公司的人，你们这儿没人有这权利。我朝他眨了眨眼，世界上的事总是瞬息万变的。领导，年会见喽！我现在在公司里已经成了一个名人，连许成都忍不住发消息吐槽，都叫你收敛点性子了，怎么脾气还是那么火爆？爸看到了多不好！我无情忽视他的屁话，向他发布指令：我要上去弹琴，你来跟我四手联弹。许成拗不过我，真临阵磨枪，跟我上了年会表演。全场女性在瞥到许成的加入后，开启了快乐应援模式。我和许成神色淡定地坐在找人从自家家里搬来的钢琴前，优雅地弹奏完了一首《仲夏夜之梦》。一曲毕，掌声雷动，主持人乐呵呵地向我俩提问：是兄妹的事，为什么瞒了那么久？我故意跟台下面色僵硬的陈红对视，一派坦然，因为我爸不让我说。话筒转到许成嘴边，他也很实诚，怕引来不必要的麻烦。节目结束后是一团喜气的抽奖环节，我淡定伸手，从一众奖品中抽中了当天的最大奖——马尔代夫豪华7日游。大家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我佯装无意地路过满脸愤恨的陈娇。在奖券上动手脚这种手段，我只在狗血剧里见过。你想在走之前薅笔大的，也不必这么低能。陈娇笑的面容有点扭曲。你疯了吧，许言？谁要走了？你忘了，收到裁员申请的人是你。我姐姐已经把裁员名单提交上去了，今天就是你在这儿的最后一天，你就等着收拾东西滚蛋吧。她没注意到身后的大屏已经开始滚动，而我家那老头已经在舞台上站好了。主持人出来积极地主持秩序，各位同事赶紧回到自己座位上啊！领导要为大家送新年祝福，顺带讲讲咱们今年优化的事。一听到优化2个字，陈娇面露得意，呵呵，我就说吧，许言，你这么不知分寸的人，怎么能在职场站稳脚跟？我和姐姐为你考虑，给了你3000块的赔偿，你就应该乖乖的收钱走人，非要死皮赖脸的留这儿，最后还不是被裁？他的话音刚落，年会的 LED 屏上出现了已经传了大半年的人员优化名单，如之前人力资源部泄露的那一份不太一样，优化人数少了1半之多，人员部门也有所变动，比如14个人的安保部就裁了1半的人，连他们满脸油光的部长都被裁了。众人沉浸在寻找自己名字的恐慌中，都没怎么听进上面领导说的话。陈娇得意忘形地瞪着我，发现我始终面露微笑后，才疑惑地将视线转向了 LED 大屏。到这一刻，他才反应过来，大家有意无意的视线不是在看我，而是在看他。陈娇2个字赫然出现在优化名单第1排第1个。陈娇瞳孔地震，懵逼地盯着那份名单发呆，呆了半刻，像突然想起什么，猛地奔向了同样一脸茫然的陈红身边，拉着她的手，不管不顾地质问道：姐姐，你不是说了优化问题你帮我完美解决，已经把我的名字替换了吗？
我的名字怎么会出现在上面？许旭言呢？许旭言的名字在哪？我气笑了。陈娇，你还真是对我爱得深沉啊！你姐大概都找我名字找2遍了。我业绩达标，能力合格，为什么要替你这个绣花枕头抵掉名额？还有，我装作若无其事地瞅了僵硬成一桩石像的陈红一眼，音色愈发明朗。你没发现你姐也在优化之列吗？说完，我又冲着陈红道：优化名单里你的名字是我亲手加上去的，之前那些话我原封不动还给你。你没有素养，应该多给新人一些机会。我的话像是激起了姐妹俩的共同反应。陈娇还在抓着她姐质问，我已经走到了我爹面前，两人对视一眼。陈娇还在不知死活地吼我：你跑董事长身边去干什么？那是你该站的位置吗？许旭言，你赶紧给我下来，别丢了我们整个部门的脸。我笑盈盈地挽上我爸的手臂，学着他矫揉造作的神态。那怎么办呢？我丢脸，我爸也不会说什么呢。一旦激起千层浪，原本热热闹闹的年会大厅变得寂静可闻。陈红、陈娇两人站在原地，双目瞪大，还是不敢相信。爸，你不是姓许？我笑着接过他的话。你没问啊？你要是问了，我就会告诉你，我和我哥都跟我妈姓。陈娇瑟瑟缩缩往他姐姐身后躲。陈红定在原地思索了片刻，忽然神经质地伸手把陈娇拉出来，给了她一巴掌。陈娇被扇得莫名其妙，捂着脸开始痛哭。姐，你干嘛？陈红警告似的瞪了他一眼，回头对着我爸开始哭诉。董事长，我叫陈红，我为您的公司工作了10几年了，这次裁员才到大小街的事，都是误会，都怪我这个不争气的妹妹在中间挑拨是非。大小街她那么通情达理，这误会咱们本来是可以说开的。她哭得真切，演得热烈。我倒盯着呆滞的陈娇，同情地摇了摇头。你姐说你挑拨是非呢，你没什么想说的吗？我的话像惊醒了被亲姐泼脏水怔住的陈娇，她恶狠狠地望着她口中那个无所不能的姐，凄厉地扑了上去。你这个贱人，最开始明明就是你看不惯许旭言，说什么想整走他，自己找人力资源部走的后门，凭什么把锅扔到我头上？你还用那名单威胁收其他人的钱，少说收了10几万吧，我他妈1分也没有。真相揭开，我冲我哥努努嘴，看完戏了，你来总结。几个月前，我哥接手我爸的工作，就查到了这家公司流水的问题。他刚从国外回来不久，不急着马上补位，便提出来公司体验一下生活。刚开始我并没有跟他同进退的打算，但我给他出了招。一来是公司人员结构确实有问题，谁家公司保安14个，打麻将呢？二是公司里有几个早年混进来的老人，仗着自己资历深，到处打压新人。在我进公司之前，我哥就已经锁定了几处需要改进的地方，让我实在没事干来体验体验职场风云。我兴致满满的来了，然后如愿的借由优化这个事儿追根溯源了一把。陈红之流仅仅是外手，联络到总公司的几个人才是关键。我爸为了奖励我两兄妹这舍身取义的巨大精神，特意跑来看这小破公司年会，不料在这里直面了一场泼妇撕逼，可把他老人家吓坏了。优化不等于裁员这个命题，最终被媒体报道上了新闻。我爸在针对这次年会事件的采访中明确表态，现在社会内卷严重，能保证公司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咱们不随便裁人。优化是针对那些荒谬存在的职场关系网。
我才懒得听他这些官方发言。点开微博，陈红陈娇至今还在微博上撕逼，一个因为早年欺压新人的事情过多，被热心网友扒拉了干净，现在已经沦为了职场霸凌反面教材。一个在学校就有作弊走后门的前科，靠着小聪明走了不少近路。至于他俩的职业道路，如今已经被彻底封杀。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